的话，要么就是自己家中路选沈梦溪、火舞这种的强势中单，要么是自己中路选弱势的王昭君直接挂边，都可以去保他。然后包括沈梦溪这个点，天越上一把的沈梦溪已经用过了，而且拿到了今天第3把上来第1把沈梦溪的胜利。其实花卷的沈梦溪也是他的绝活。对，花卷当年用一手沈梦溪在微博这里可是拿到了好多小局胜利。是的，而且这个赛季他的沈梦溪胜率是100%，4局全胜。是的。看看班位上，鲁班大师还是处理掉了。鲁班大师加太乙都是班射手体系。大 EDGM 乔是拆了大乔元坦，然后也搬了个孙尚香的阵容。外面有邵思源，有邵思源、张良，优先级放张良上面，没问题。而且他选了张良之后，他后面也可以去做一个对抗路的优势。可是上海 EDGM 张良这套体系场次不多，肖颖就用了1把，这个赛季也没有赢。影去打张良，再来张飞打一手拆火。哇，这2手选的都不是很怕张良啊。影这个点也是新版本更新之后的第1把，昨天都没有出。夏侯惇，前排强度加沈梦溪，中野辅 EDGM 的强度很高，但是沈梦溪有点顶着张飞出了，他要的只是清线的一个强度，要抢速率。敖影有大招，加点容错。那后手班位上，北京微博就要去处理一下小泽的对抗路了。马超4公阵全搬，看看 EDGM 搬什么。微博是已经把马超送搬了，火舞先搬掉。他要想中路这边微博如果还要出拆火英雄的话，还有一手武则天，武则天也能拆火，要不然就是甄姬。但武则天这个赛季就出现了1次，出场率相对较低。还有就是西施，武则天加上甄姬3个点位。微博把戈亚也搬掉了。今天2场比赛下来，冰系的英雄都并不是特别的火热，因为弱，主要还是弱，线上强度太弱了。虽然说功能性非常足，但线上强度确实太弱。这手4公阵还是放出来的。北京微博后2手是搬掉了一手仓加戈亚。EDGM 这个兰陵王是针对暖阳去的。是的，对，而且兰陵王这边打张良和沈梦溪的阵容会很好打。选了一手大司命。EDGM 的爆发前3手不是很多，后面看看要不补一个爆发点。那就要在对抗路补一手了。发育路这里比较好用的爆发射。爆发射的话就是李元芳。选了一个守约，慢慢打后期，拖后期。对，然后张良可以做一个保护。来，黄铁对抗路再撑一手前期强度，整个阵容拿得非常强啊，中上半途的一个强度来去撑守约的发育。4平8稳，然后中轴的话又有张良控视野，冰系法师，这不就来了？这就是养引经济，然后放中线给大司命吃。这把王昭君去养一个上野，养上野。双边合的一个阵容，然后有影的大招可以去吃一下张良的压制，然后还有一手张飞的前排来补一手容错。这把从阵容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上海 EDGM 这个阵容更加稳健一些，强度会高一点，它主要就是强度，然后后期有一手稳定的守约，但是微博坦度挺高的。大司命加张飞，他也并不是很怕这手张良，只要能把影养起来的话，这局微博也是好打的。也要看看梦溪的这手张飞，因为今天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的那手桑启，这把张飞看他能不能打出那种连控。毕竟现在的张飞大招可以主动取消之后，他可以321A31，然后打个5连控。这把看看，这把张飞他性价比特别高，又有护盾去抵挡沈梦溪和守约的消耗，然后又能给控制去拆火张良大招，还有一手影。这把两边再想要打这种边线的对攻，好像不一定能成功。两边的发育路都比较偏拖，可能主战场会拉到上半图去。是的，应该会打上半图的进攻节奏。上半图因为强度太高了，你这里配合中野辅去打一个红野区，可以去拿到不少资源。这把感觉也没有什么概率去换线，两边的打野可能也都是选择去中开，先去过一波河道的视野。
大司命应该中线后清，大司命可以山豪开，山豪开，然后后过中线，直接把中线吃了，然后再去吃 buff。EDGM 他应该是沈梦溪直接中开之后去帮另一边去拿资源。也要看一看这把花卷的沈梦溪在他手里面玩的是什么样的。新版本的沈梦溪目前的胜率有一点点惨淡，昨天的话5局赢了2局，胜率是40%。今天一共出了3次，听月前面一把是赢了，而且那把沈梦溪的伤害也是输出拉满了。然后看看这把花卷使用到了沈梦溪，这个赛季100%的沈梦溪。这把说实话挺难打的，对面又有张飞有对，主要是对面有个张飞。限制了沈梦溪的发挥，那要看看他能不能打出伪装说的那种战斗法师的效果。我觉得这个版本的沈梦溪，你就常规的去打一个大招的这个消耗，完全不是他的主思路，就是要去贴脸，不断的依靠自己的1技能，然后2技能这个浮空和爆炸效果，甚至有那种开团的这种思路。看看花卷这把沈梦溪的进攻性到底如何，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一局的交手。上海 EDGM 对阵到北京微博，今天2队的一个对抗属性都拉满了。复仇的主线任务，现在上海 EDGM 已经完成了，提前来到赛点的这么一个进度。蓝色方上海 EDGM， 红色方北京微博。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家好，我是黄超。暖阳没有选择，选择中野辅3v3对抗，对，没有选择后清，先上去换血。他选择对抗的话，他上路线权就是狂铁的，然后这边中线清的也会慢一点。张良甚至直接要进到你的野区晃荡一圈了。这样的话，引上路对线是被压的。哦哟，自己拿这个上方的手，哎呦，差一下，要杀了，一血就这么到手了50秒。花卷的沈梦溪，新版本沈梦溪，那这个暖阳开局有点崩啊。3v3选择硬换状态，然后1血送出去之后，这个红 buff 也被上海 EDGM 反到，而且还给了小泽的狂铁，他和夏侯惇1人1个。这个就是微博没想到沈梦溪的2级强度，不打消耗我就贴脸，1技能扔你雷，2技能浮空炸你。而且花卷它本身在出装上面就是先做输的，他做输出门的，清完线之后后面又补了个输。而且刚刚还有一个细节啊，在中路看到3v3的时候，笑影提前去扫荡了一下对面野区的视野，然后上路狂铁又拿到了线权。我们看这个清线，他清线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暖阳的状态1颗压到2/3了，3颗4颗，2技能贴身爆一下追着 A， 50秒爆发1血。这就是战斗法师吗？这就是他上半图的强度啊！那这把大司命开局要缓一缓了。王昭君得放线，真得放线去帮引，然后把中线全放给大司命吃。然后再看下半图，这个张飞和敖影，你俩身在哪儿呢？想断线，夏侯惇包过去了，可能要尝试留一下人，但是张飞这里很肉。敖影大招要被逼了。还好是有4级的敖影，还捏手里不想给，护盾再套一手，大招甚至没交，稳住了，这个大招稳了下来。出城没有交惩击给到这个敖影，交城减个速，2段拍就能有了。魔道之时加上一个 CD 鞋，继续看着你在这打野，就站在这儿，反正已经知道你红 buff 刷新时间。中线等夏侯惇过来一起吃。有张良在，可以张速狗良也到4级了。下波可以尝试一起去抓一波。张飞也到4级了，但是微博现在可能有点忌惮这手张良。张良位置被发现了。上半图上海 EDGM 让狂铁和夏侯惇一起过上半图野区，因为1血，然后包括小地图一些资源，其实经济上的话，上海 EDGM 前期已经拿到了小1000的一个经济优势。想逼张飞一个大招，但是莫西不上当。这波就是和平过中线。现在大司命前期发育受到影响，他们不会正面引平的。这个阶段张良想找机会一直找不到，因为在打中野辅对抗上面给个先手捏不死人。
后面的话，如果去边路抓，因为影他的一个站位比较谨慎，都在塔前面，也没什么去抓的机会。那可能要看4分钟龙团了。主要是现在张飞到4级，他和王昭君2个人一左一右给这个大司命护法，中路想要去突破有点难。对的。防御塔护盾消失，弩车出庭院的状态不是很好，上路影有点难受啊，站不住这个原初法阵的位置。看龙已经快要到斩杀线了，被出城控到了。今天出城的成绩捏得很死。因为张飞这边感受到压力了，感受到这里沈梦溪和张良的一个压力，所以导致于他们并没有选择用大招去控一下夏侯惇，他想把这个大招再捏一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出城就没有人去挡他了，没人挡夏侯惇进来之后，他去控了一下暖阳，控暖阳的同时交了个城，把龙给拿掉了。但是这2天比赛的张飞，其实我会发现，包括像阿泽的那把，就是有大我能吼我就吼。像这种如果是拼龙的话，张飞肯定要找一个角度，最好是能够破坏对面阵型的同时，又能够吼到对方打野。对，能吼到当然是最好。如果吼不到的话，我就用这个变身狂兽之后的控制技能去压你身位。敖影的这个位置可以跟张飞接 combo。好了，远了。太远了，有一点太远了。ED剑这里站位是挺谨慎的，而且本身那边就放了一个眼位。那张飞没有大招的信号，给到了上海 ED剑。花卷这一把的热点图就是集中在了中轴以及对面的红浅草。对的。来反山豪了，给颗雷炸一波，没反掉，暖阳交城了。花卷的这个热点图也充分反映了这个版本沈梦溪包括鞋子移速的一个削弱，他在打边线支援没有像上个版本这么灵活了，所以可能很多队伍现在沈梦溪的胜率不高，也是要转变一下他们思路，细化一下打法。这把花卷可是有钱的，老有钱了，痛苦面具。我看他第2件是不是做吸血书？做吸血书还是做一个梦魇？已经来了一本小法典。需求上面来讲的话，可能梦魇需求会高一点，毕竟有大司命在。但是这一局因为夏侯也已经有红莲斗篷了，等会儿看看梦溪的这个站位，我感觉其实可以考虑做个吸血书，加吼一下被捏住了。正面王昭君的冰冻冻到了出城，但是张飞这个位置有点小脱节啊。小麦敖影绕到了后方3火，打到了萧颖身上。但是这边的输出没有同步在一个点上，小泽一个人一往无前，被张飞抡了一下，但是小泽的状态很顶很肉，把影的大招波及效果先打了出来。沈梦溪再给雷，2段伤害配合上狂点收掉了梦溪。敖影这个3火打张良伤害少一点啊，而且你看看小泽如入无人之境，直接跃到了1、2塔之间，这个伤害一格血掏了出来，这个进攻性。他们在处理掉大司命之后，剩下几个人的强度就非常高了。而且6分40秒，中路的1塔已经磨到了几乎残血了，这个中塔再来一波线就可以点掉他了。看刚刚微博，其实他是有想法想要绕后的，对，想打的。这波其实有点想打包家团的。沈梦溪大招也已经丢完了，张飞这一吼，这一动没什么效果。被张良给捏了，后续，然后这里暖阳吃急火了，没人拆火。对，你正常讲拆火点肯定是张飞，但是张飞这边被拦了。子墨上去打了一套伤害，但是有点刮。沈梦溪一个浮空，再一炸，再接一拍，夏侯惇大招锁了过去。前排的坦度有点太高了，这个3火2发3火其实打的都是效应，但是伤害就是差了一点。是的。反向刃甲，子墨影已经做完了。影其实很适配这个装备，但是现在这个局势太烈了。大招反捏，但是张良是个脱节位啊，队友这里顾不上他。这波效应闪现 CD 没有转好，脱节被逮了。换节奏，推上2，沈梦溪这一把花卷伤害占比40.3%，分均伤害6998，好可怕的数值。这把沈梦溪是最近看到比较有画面的一把沈梦溪了。大招锁了一下，大司命手里是捏的大的，但这个红 buff 怎么守？张飞的大招是捏在手里，但是自己血条状态不是很健康了。在绕后。但是经济差距有点大，想去击杀这个沈梦溪，但是2技能浮空，他的浮空的时候可以硬杀守约，守约倒了，自己还走了，全身而退。虽然交了2个闪现，但是这一波子墨算是破局了。对，子墨立功了，趁着你进红，然后他直接一手绕后，
把守约闪现打掉，还把他造了一波击杀，而且他刚才还吸引了一波沈梦溪呢。对，而且刚刚那个反伤刃甲起效果了。追着就打，你敢还手吗？不敢，真不敢。看一下这波绕后的回放，先淋雨风暴刮一下，然后反伤刃甲触发。这个时候凌云状态已经很惨了，再刮了2下沈梦溪。你说这个时候是停手呢，还是不停手呢？点了2下，发现不对，怎么掉的是我的血条？这波子墨的绕后算是断了一波 EDGM 的入侵节奏，给队友争取发育时间了，而且自己这样经济上也是慢慢拉起来了。但这个阶段沈梦溪的伤害还是不容小觑，他们的魔抗还没有做出来。狂铁卡一波位置，跟大司令2个人见面，礼尚往来，互换一波技能。张良门配合卡一手，都没有动真格啊，因为知道马上龙要刷新了，而且有人能拆火，张良不能随便捏的。但是张飞的血量如果没控好被捏了，闪现闪锤2下打到双后排，火魂打了上去，再吃了一个冰冻，但是狂铁这里还挺肉，还能位移拉出来，自己有个纯洁苍穹扛了一波，小泽还能全身而退。看子墨侧边的一个进场，打在了小泽身上，这个双火魂是收掉了狂铁，开了个反伤刃甲，继续给雷打出了他的一个布局效果，再来一个惩击，沈梦溪还是收掉了这个影。这波被拉扯开了，最后队友也没办法接他。1换2。这个红 buff 花卷在草里面，暖阳好像不知道，想试着抢一下，但想抢大司命的也还是挺难的。给大雷，招给雷，暖阳直接交成了。那另外一边的话 ，EDGM 也是很直截了当的把这条黑暗暴君给开了。与其说这个沈梦溪想抢这个红，不如是监视一下对面的动向。是的。看一下这波回放，这波主要是正面把张飞的血量压低了，所以选择捏你拆火点，然后狂铁的一个绕后进场，直接去敲了后面的王昭君，然后连带着大司命一起控了。闪锤，主要是这里后续小麦也被击杀掉了，他是补了一下伤害，结果被夏侯惇一个精准的大招锁住，给控死了。我刚刚看到这个反伤刃甲一开，守约一个大招一甩，自己掉了半管血。小麦还是被出城锁的很难受啊，对，技能都没放出来。这把敖影的输出环境是有点差的，所以只能靠子墨去绕后。他太想打输出了，跟上一把仓的问题一样，因为太想打输出，导致于自己身体暴露在了对方的一个输出点面前。现在经济上，上海 EDGM 是有3000的小优势。守约的装备现在已经拖到了3件套，破晓已经做出来了。是的，这个经济差其实就在中路身上，因为沈梦溪他很肥，王昭君是放经济的，所以比较穷。看花卷的装备，血月书也有了，这是个有钱的沈梦溪。对，有钱沈梦溪战斗起来才厉害。梦魇吸血书不耽误，出城也做反甲了。看小麦。补经济要做破军，破军这个版本其实也有小小的削弱，对，但是它便宜了，该出还是要出。而沈梦溪找敖影去了，先给大招追着，被风魂给击退，击退一下，单杀，锋芒毕露。哇，沈梦溪单杀敖影，这就是新版本沈梦溪真正的实力吗？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这2天这么多沈梦溪一抢了。花卷的沈梦溪啊，这赛季100%胜率的沈梦溪啊，改版前改版后，我照样叱咤风云。我感觉这几天看 KPO 的小伙伴看到花卷这场沈梦溪之后，游戏内沈梦溪的胜率该上去了。对，张良的门先卡了一手，继续点上路高地被点掉了，有守约在，点塔速度很快。真的是打了一场沈梦溪的教学局啊！而且他的这个2技能的浮空，然后各种技能上的衔接，还有开启了1技能那个加速追击，真的打出了伪装一开始说的那个战斗法师的效果，开创了法师的第3种属性。我们有法自有炮还行，现在这个叫战斗法，就属一个战斗爽。王昭君大招放在了下路，那这个中路的高地有点难守了。13分钟半，2座高地。现在北京微博的防守压力有点大，要不要看梦溪只有张飞找机会出去绕一手？
吼个身后大。如果困守在高地这么打的话，有点没有翻盘的机会。对，如果是吼个身后大的话，跟正面的队友形成一波配合，这团战还是有画面的。对，看梦溪有没有机会绕出去，因为现在敖影的装备，他的破军还没有做出来。或者是引绕后张飞在正面吼大招也行，只要有一个前后夹击效果就可以了。看花卷，这波小麦可是有大招的，二技能大，精准命中，1颗雷半血，甚至还压到了1/3。哦，这个二技能一开，一技能各种连招。看笑影这里还有张凯教练，哇，扶额，汗颜。这是什么戏？本来还以为他这把没啥画面呢，没想到画面这么足，还是我肤浅了。昨天可能对神魔系有质疑的人，今天都要给神魔系道歉了。这就是新版本的神魔系。狂铁卡住了影的身位，而且上路是有超级兵的兵线优势，神魔系可以自己浮空翻滚。这个龙，北京微博想要尝试去抢一下。狂铁侧边在给压力，大司明的一技能划过来了，但自己敢越过来吗？不敢过。要留人，敲闪敖锤影，敲起来，小麦这里有张飞套有手护盾，然后自己开启了大招往后撤退。音乐的神也被憋了出来，但小泽一往无前，大招再偷一速，出城跟了一手大招，再给一下控制，神梦溪再给反杀复城2连击击破。破。这个神梦溪爆炸属性，这战斗法师完全拉满。大招再来2段伤害，继续一技能丢普攻，能不能再收一个横扫千军？直接点亮水晶，我恭喜上海一力剑3比1，这一场的 MVP 当之无愧，没有第二个人选。新版本的沈梦溪，看得我好想回去再打一把，太爽了！这个猫咪啊！